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8月2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2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874.36，收盘价是889.36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价是在896.48。最低价是在863.77，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3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，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2132.83万股。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4 倍，量增。KD 值双线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。那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向水平的方向发生了转折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发生了反转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多头趋势中继续回档。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，在8月23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是一个上涨的 K 线。那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要小于 2.5%， 含有上下影线，但是上下影线的长度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。那这样的 K 线可以出现在 K 线图的任何位置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含上下影线小红 K 线的位置，它是在一个多头回档后再上涨的一个位置。那出现这样的一个小绿 K 线说明上涨的力道不足，那股价的走向呢需要再次确认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23日股价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发生反转向上，收盘价在898。那它的条件是要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跌破872的。那第二个可能呢是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收在864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实际在8月23日收盘价是收在889.36，当日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是到达了896。那这样的一个结果相比于我们的第一个预测收在898这个位置也就是相比于我们第一个预测的力度要小。那只能说目前的股价发生了反弹，而并不是一个反转向上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股价是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这两个地方都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出现了回调。那收盘呢是站上了20日均线值。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这个股价并没有突破我们画的这个矩形，也就是这个压力宽带，说明这个地方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24日股价的上行。那股价在8月24日如果是出现上行，它的目标依然是回补上方的缺口，还有一个就是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
那然后呢，如果能够完成这个目标，然后再站上上方的919，那说明这个股价在这一波的回档之后反弹成功。那股价会继续上行。说如果再站上945这个水平线呢，那股价将出现一波新的上涨行情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我们说，如果股价如果出现上行，我们会看到，例如在缺口这个位置啊，很可能股价会再次遇压，然后转折向下。那么一旦在这个地方遇压转折向下呢，股价很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下行。那股价如果下行，它的目标对于8月24日来讲，应该是跌破8月22日的这个最低，也就是858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是下方的水平线是838。那我们在前几期视频也说过了，如果跌破838，那么这个股价将会建立底低的空头趋势，后续股价很可能会是下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调整一下水平线，我们把这个855的这个水平线啊，现在我们提升到858，这是一个新的相对高的低点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矩形移动到8月24日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调整一下它的大小。那它的大小呢，我们把它调整到下方是889，上方呢我们调整到是905，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上方。好，它将是8月24日上方的压力宽带。稍后呢，我们在压力位和支撑位的介绍时候呢，会进一步说明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对于8月24日股价在上方如果不能突破919，下方如果不能跌破858，那么股价将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那在横盘当中呢，我们要关注5日均线值是在891这个地方，我们把这个水平线下调，这也是我们在前一个交易日标注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。好，我们把它调整到891， 891是8月24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上限。好，那么这个5日均线值呢，将能否站上5日均线值，将决定股价在横盘区域内的走向，也就是在高处横盘还是在低位横盘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股价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24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上方的压力位，我们会看到这个压力宽带，我们一一来说一下。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881，在这个位置，这是5日均线值的下限，一直到896是这个水平线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892到900，也就是缺口的下方。然后这个区间它包括了前高，包括了200日均线值，还包括了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。那我们然后再把上方的这个缺口901到905，我们把这几个值合并之后，那第一个压力区间就是从889一直到905。也就是我们会看到开盘，如果股价要向上，这个上方的压力是非常重的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就是919，是这个水平线。
上方我们再给出一个928，是8月17日 K 线的最高，然后是945这个水平线，再向上，我们再给出一个压力位是955，我们会看到是5月4日 K 线的最高。好的，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位，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，那依然是首先到来的是5日均线值，也就是从收盘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到5日均线值的下限，是在881到889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内。然后再下方就是前低863，再向下是858这个水平线，然后是838，我们说这是股价转空的一个标志。然后再向下，我们再给出一个支撑位，就是说818是7月28日的最低。好，这是下方的支撑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8月24日股价的预测。我们预测2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，继续横盘。那如果股价继续横盘呢，我们会看到上方有很宽的压力，下方也从881开始也有很宽的一个支撑，所以开盘呢，有可能是高开盘，也有可能是低开盘，那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到达881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到达5日均线值的下限，然后最高会到达908，收盘收在898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出现横盘，我们认为它有可能会回补上方的缺口，然后股价会被压回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要给出2个方向，也就是股价很可能会出现上涨或者说是下跌。那我们先说股价的上涨这个方向。那如果是上涨，股价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最低会回踩到896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最高会到达932，收盘会收在924附近，也就是第一个方向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站上919的这个水平线，完成这个叫做反弹成功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跌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它应该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888这个位置，最低会在848，然后收盘会收在852。对，好。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8月24日走势的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